六郎、七郎和玉玉的身世比较敏感，为了咱们的安全，你们切不可对外提起。对他们3个也是，能瞒多久咱们就瞒多久。宋三郎皱了下眉头，爹爹，六郎当初来咱们家的时候已经记事了，按理来说他应该知道自己的身世。宋怀安眯着眼睛，又回想起那晚离王府的惨状。那晚六郎目睹了他父母惨死的全过程，之后就昏迷了。等他再醒过来时，就把过去的一切都给忘了。他觉得忘了也好，所以就一直没有再跟他提过。几兄弟都沉默了。比起宋六郎，他们是幸运的，那种眼睁睁的看着父母惨死在自己眼皮子底下的痛苦，光想想都让他们感到窒息。爹爹，那您呢？您不会就是乔姐姐说的那个少年将军吧？宋三郎眼底充满了惊奇和不确定。宋怀安抽了抽嘴角，突然有种自己在几个孩子面前完全是裸奔的感觉。怎么他跟乔西说什么他们都知道，早知道还不如写信跟他聊，可写信的话又看不到他的脸，看不到他的脸他就觉得浑身不得劲儿。看来得抓紧时间盖个大一点的房子，然后把几个大的全部赶到新房子里去住，他就跟3个小的住在老房子。瞅了一眼长得快跟他一样高的宋大郎，宋怀安瞬间感觉到压力山大。等房子盖起来后，怕是又得给宋大郎张罗亲事了。老天爷呀，他还是一个黄花大闺男呢，咋一晃儿子都到了该娶媳妇的年纪了？不行不行，盖了房子他得先给自己找个媳妇，免得将来儿子们成家立业，玉玉也嫁人了，家里就剩他一个糟老头子，孤寡一生。是，我的身份跟六郎他们一样，都很敏感，切莫对外人提起，以免惹来杀身之祸。宋五郎眨着圆溜溜的大眼睛，好奇道：也不能跟乔姐姐提起吗？你们乔姐姐不是外人，言外之意可以跟他说，这种事情他也不好意思自己说，只能让几个孩子给他透露透露。宋三郎哪能听不出自家爹爹的话外之意？等次日早上玉玉回家，他招了招手，把小丫头叫到一旁：玉玉，三哥跟你说个秘密，你不要告诉别人啊，尤其是乔姐姐。好呀，三哥哥，什么玉米呀？无意中瞥见宋怀安正偷感十足地朝他看来，宋三郎眼珠子一转，尬笑道：我忘了，等三哥想起来再跟你说。嘿嘿，抱马甲这种事情还是交给爹爹自己吧，他还是努力读书考状元，给乔姐姐和玉玉买花带。一旁没有听到想听的内容，宋怀安翻了个大大的白眼，灰的他以为宋三郎是个聪明的，现在看来也不过如此。吃过早饭，宋怀安拿了5个喝完牛奶剩下的琉璃瓶，带着宋三郎和宋五郎一同去了镇上。五郎，爹爹教你的话都记住了吗？为了培养宋五郎的经商能力，宋怀安决定还是从卖琉璃瓶开始。在他看来，宋四郎那个白眼狼能做到的事情，宋五郎也一定能做到。爹爹，我记住了。记住了就进去吧，爹爹和你三哥就在这里等你。宋五郎嗯了一声，背着包裹朝当铺走去。当铺里，齐德龙半瘫在椅子上。哎呀，老天爷呀！我齐德龙搞了一辈子典当，临了，竟然被一个棒槌给骗了。什么狗屁神仙瓶啊，都是骗人的。哎呦，我的800两啊！齐德龙肉疼极了。刚刚王员外来给他的小娇妻淘宝贝，想着他不差钱，他就把神仙瓶献宝似的拿了出来。原本打算大赚一笔的，谁知道那狗屁神仙瓶一见开水竟然会缩成一团。这都不说了，坑爹的是那开水溢了出来，还把王员外的手背给烫伤了。他是1毛钱没赚，还倒赔了人家200两银子。哎呀，爹，您别再哎呦哎呦的了，眼下还是先找到那个小兔崽子再说。齐东强黑着脸，气得胸口剧烈起伏。等他找着了那个小兔崽子，一定要胖揍他一顿。正想着，耳边传来一道试探的声音：老板，你们这儿收琉璃瓶吗？听到琉璃瓶，齐德龙也不哎呦了，和齐东强对视一眼，立马从椅子上站起来。收。宋五郎卸下包裹，将琉璃瓶一一掏出来，摆在柜台上。一个200两，5个一共是1000两，老板给钱吧。见眼前的琉璃瓶跟坑他那个棒槌拿来的一模一样，齐德龙眯了眯眼睛：你是洛河村的啊？你怎么知道？宋五郎惊讶道：你叫宋五郎？呢？你哥哥讹了我800两银子，我正准备去你们家要钱呢，没想到你就来了。宋五郎小小的脸上满是大大的问号。你
是不是有个哥哥长得很白净，个子比你高一点，背着个跟你同色的包裹，说是要离家出走？没有。宋五郎摇了摇头，拒不承认自己有这么个哥哥。齐德龙脸色大变，张了张嘴，正打算说些什么时，就听到宋五郎一本正经道：他不是我哥哥，他是我爹捡回来的白眼狼，又馋又懒，他还偷东西。狠狠拉踩了一波宋四郎。宋五郎别提多快乐了，谁让他老抢自己零食吃，那就别怪他四处败坏他的名声了。反正他也没名声。闻言，齐德龙刚刚好转的心情又丧了起来。听这话的意思，他的钱是追不回来了。五郎，怎么回事？爹爹，老板说宋四郎讹了他800两银子。宋怀安气不打一处来，这个白眼狼还真是行，讹钱这种事情他都敢做，可别还没找到他亲生父母，就先把自己给送进大牢里。大兄弟，是这样的，见对方一下子能拿出来5个琉璃瓶，齐德龙便猜到了他们绝非等闲之辈，客客气气的把事情给宋怀安讲了一遍。末了，他把那个变形了的神仙瓶递给宋怀安，气鼓鼓道：你瞅瞅，我可没有诓你啊。接过神仙瓶，宋怀安嘴角微抽，他是真服了宋四郎这小子的脑子，就是好使，一个喝完快乐水的破瓶子都能被他吹出花来。神仙瓶这种名字，恐怕也就他能起出来了。好大而闯的祸，当爹的不给善后也说不过去。老板，您不说我也不知道这事儿。既然如此，那这5个琉璃瓶就当是给您的赔偿了。说完之后，宋怀安沉着脸喊上宋三郎和宋五郎出了当铺。他原本是想赚点小钱拿回去给乔西用，结果谁知道钱是1分没赚到，反倒搭进去5个琉璃瓶。好在琉璃瓶对他们来说已经不是啥稀罕玩意儿，要不然真是心疼死。当铺内，齐德龙和齐东强父子俩对视一眼，都从彼此的眼睛中看到了震惊。乖乖，这可是足足5个琉璃瓶啊！那天一个琉璃瓶他就赚了500两，5个的话那不就是2500两了吗？齐德龙捂着砰砰直跳的心脏，我齐德龙又支棱起来了。爹啊，给我3个琉璃瓶，我拿去县城卖了。不，5个，我都要了。给你4个，留1个当传家宝。哎呀，还是您想的周到，我咋就没想到呢？你个棒槌能想到什么？东强啊，咱家也是好起来了。等以后你生了娃，记得告诉你的娃，他爷爷可是见过西洋瓶的人，让你的娃再告诉他的娃，咱们老齐家的光辉史可是要一代一代传下去的。老子要让后世那帮棒槌们看看，他祖爷爷可是见过世面的人。爹呀，您就放心吧，就这1个琉璃瓶就够我给您孙子吹嘘一辈子的了，更何况咱家里还有一个变了形的神仙瓶呢。闻言，齐德龙整个人都不好了，正准备骂他几句时，突然想起些什么，拿了一张1000两的银票追了出去。爹，你咋了？齐德龙四处张望了一圈，没有找到宋家父子3人的身影，便说：东强，你看着店，我把这钱给刚才那位大兄弟送去，人家敞亮，弥补了咱的损失，咱也不能做个黑心肝的，让人家空着手回去。大兄弟，你等等！听到熟悉的声音，宋怀安下意识地回头看了一眼。大兄弟，可算找着你了。不等宋怀安答话，他已经把手里的银票塞到了他手里。大兄弟，这是刚刚你们卖琉璃瓶的钱，我这人向来对事不对人，你儿子讹我的钱算我倒霉，我不能反过来再讹你们。齐德龙话说的漂亮，可宋怀安也不是傻子，猜到他是在琉璃瓶上尝到了甜头，才会如此大方。既然如此，那宋某就恭敬不如从命了。老板，实不相瞒，宋某手头还有不少琉璃瓶，不知道您还收不？收，你有多少我就收多少。齐德龙笑得眼睛眯成一条缝。成，明日我再给您送来。好，那个齐德龙吞吞吐吐道：那个神仙瓶要是有的话，也给我送几个过来。不过咱可说好了，这个价格不能超过琉璃瓶的价格。他刚刚仔细想了一下，那日宋四郎那个棒槌往神仙瓶里倒的是温水，瓶子一点事情都没有，而他今天灌的是刚烧开的热水，瓶子才会缩成一团。看来这瓶子不能加热，那他再介绍的时候说清楚这点不就可以了吗？可以。宋怀安憋着笑，他突然发现这人还怪有意思的，倒是可以长期合作。老板，您贵姓？我姓齐，叫齐德龙。刚刚店里那个愣小子是我儿子，叫齐东强。你明天来的话，要是我不在店里，你把东西给他就行。齐掌柜，我叫宋三，这2个是我儿子，大的叫宋三郎，小的叫宋五郎。明天我会让五郎来给您送货，到时候您把钱给他就行。好嘞。谈好合作的事情，
齐德龙瞬间觉得宋怀安亲切了不少。大兄弟，你家里还有粮食没？没有的话，先从我家拿一袋。最近粮价高的离谱，你这1000两怕是也买不了多少。他一向有居安思危的意识，所以每年都会囤一批粮食，等新粮下来就把囤的旧粮吃掉，每年都是如此。他家除了没有新鲜蔬菜、肉、蛋之外，粮食倒是很充足。有粮。宋怀安勾唇，对齐德龙的好感又多了几分，这人不错，能处。有粮就好，最近不太平，你们可别乱跑啊！听说前些日子有伙盗贼到了县令府，这些天全县戒严呢。啊，大兄弟，我可没别的意思。琉璃瓶你们要是不想卖我，自己拿去县城或者府城卖也行。这东西可是稀罕玩意儿，卖到县城或者府城，自然价格会高一点。宋怀安点头，我明白。对了，齐掌柜，你知道镇上还有哪家学堂招生吗？嘿呀，还招啥生啊？哎，粮价涨了，束修也涨了。别说普通老百姓家的孩子，就是那些富户也都供不起家里的子孙了。镇上的学堂早就放假了，听说有夫子买不起粮食，只能靠吃书本充饥，那日子惨的哟。哎呀，大兄弟，不是我说你，这灾荒年的，还是先想想怎么能活下去吧。上学堂这事儿，还是等活下来以后再说吧。当然了，你家里要是有余粮，倒是可以请个夫子回家给孩子们教知识。刚刚我给你说的那个吃书本充饥的夫子，就是个不错的选择。宋怀安觉得齐德龙说的有道理，自家如今不但不缺粮，顿顿还能吃上肉，别说养一个夫子，就是10个夫子也能养得起。齐掌柜，请问这位夫子家在何处？他家离这儿倒是不远，就是脾气古怪，不太好相处。说到这里，齐德龙就来气，我们两家是邻居，我看他天天吃书也不是个办法，就让东强给他送了1袋米过去。谁知道他非但不感激，还把东强给赶了出去，米也被他扔到了大门口。齐德龙摇摇头，无奈道：哎，不过人家也是有古怪的资本呢。我听别人说，他可是前太子太傅，肚子里是有真东西的。前太子太傅？宋怀安瞳孔微缩，想不到在这个犄角旮旯里竟然会遇到熟人。哎，小点声，大兄弟，这事儿可不经提，当心你的脑袋啊！我知道。宋怀安心里暗喜，谢昌贤这人确实肚子里有东西，否则也教不出前太子那样贤德的人来。可惜就是性格古怪，否则凭借他的才能，想必也不能混到靠吃书充饥这个地步。齐掌柜，劳烦您带个路，我想去拜访拜访这位前太子太傅。哎呦，还真是不巧啊，他前天说是要去府城见个老友，至今还没有回来呢。这样吧，等他回家之后，我托人给你送个信儿，你再来镇上。成。宋怀安应了一声，带着宋三郎和宋五郎回家了。刚一到家，他就录了段视频，把宋四郎的丰功伟绩讲给乔西听。好家伙，一个破饮料瓶卖了800两银子，乔西惊得下巴快掉在地上。按照这个思路，那他岂不是靠倒买倒卖饮料瓶就能成为1000亿富翁？这古人的钱怎么比现代人的钱还好赚？也不知道哪个大冤种出手这么阔绰。他是这样想的，也是这样问的。宋怀安眉眼含笑，大冤种姓齐，名叫齐德龙，在镇子上开了一家当铺，名叫古堡阁。乔西看完这段视频，整个人都傻眼。乖乖，要不要这么巧？这个大冤种该不会是齐老爷子的老祖宗吧？思及此，乔西立马给齐老爷子发了条微信：齐爷爷，你们古堡斋是不是祖祖辈辈都叫这个名字？齐老爷子秒回：不是啊，建国前叫古堡阁，建国后改成了古堡斋。靠！乔西惊得从沙发上跳起来，齐德龙这老头还真是齐老爷子那迷人的老祖宗啊！这要是让齐老爷子知道他老祖宗花了800两买了一个破塑料瓶，不知道他会不会被活活给气死。正想着，手机又弹出一条消息：丫头，你问这个作甚？乔西缓了缓，回复道：没事，就是觉得这个名字挺好听的。回完微信，乔西哭笑不得地给宋怀安录视频：宋大哥，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和我一直合作的
古堡斋老板，是跟你合作的古堡阁老板的后辈。我刚刚问过了，古堡斋的前身就是古堡阁。宋怀安也惊住了，这老齐家还真是世世代代都是大冤种。老祖宗在古代高价买一堆现代的破瓶子，子孙后辈在现代高价买一堆古代的破烂木匣和首饰，倒是便宜了他和乔西两个倒爷。两人聊了一会儿，便又各自忙各自的事情去了。接下来的几天时间，乔西一直在古堡斋忙着收钱，齐老爷子则忙着一件一件拍卖乔西拿来的宝贝们。等还清所有债，乔西卡里还剩下10个亿。乔西可没什么兴趣去参加什么狗屁宴会，他还忙着给宋怀安囤物资呢。自从宋怀安低价给周边几个村子卖了粮食之后，如今找他来买粮食的人越来越多，这些人大多是穷苦的普通老百姓。宋怀安要是不卖粮食给他们，等待他们的只有死路一条。乔西本来就感性，一听什么易子而食，什么老人不肯吃饭，眼泪就刷刷往下掉。横竖他现在也不差钱，能救一个是一个，全当是给他死去的父母和哥哥积福。洛河村排队买粮的人一眼望不到尽头，护卫队人手一把长刀，每隔几十米就设立一个岗位，原本30名队员压根儿不够用。宋怀安只能一次一次的不断扩编护卫队，如今整个洛河村的护卫队成员竟然已有200余人。赵礼正被宋怀安分到山上盯着人烧木炭，没办法，用柴换粮的人实在太多，不烧成木炭，他们家怕是几10年都用不完这些柴。烧木炭的方法也是乔西给他的，烧好的木炭他给乔西装了几麻袋，让他留着在家吃烧烤，剩下的他都保存好，打算到了冬日卖给城里的有钱人。大丫，你说宋家的那些粮食到底是咋来的？还有那水灵灵的大白菜，府城离咱们这儿可有上千里路，要从府城运来的话，那白菜早就蔫儿巴了，不可能那么水灵。王寡妇一连观察了好多天，都没有发现有人来给宋家送粮，那些东西就像是凭空变出来似的。说来也是他贪睡，明明白天说好晚上要紧盯宋家的，结果一到点儿就准时犯困，还是倒头就睡的那种困。等再次醒来，老宋家院子里就堆满了粮食和菜。嗨，娘，您就别纠结这事儿了。您想想，老宋家那么多粮，得卖多少钱呢？我估摸着镇上的富户到如今都不如他家有钱。这说话的时候，李大丫满眼都是精光。这谁要是嫁进老宋家，可不得一辈子衣食无忧。听他这么一说，王寡妇满脑子都是天上掉元宝的画面。走，大丫，咱娘儿俩给宋三和宋大郎他们做饭去。宋三儿，吃饭啦！王寡妇笑得一脸褶子，想要拴住男人的心，就要先拴住男人的胃。他就不信他这厨艺拿捏不住宋三儿。殊不知宋怀安的胃早就被乔西拿捏得死死的，一顿吃不上他做的饭，就觉得生无可恋。这会儿见王寡妇提着饭桶过来，他舔了舔嘴，嗨，也不知道乔西今天又做了什么饭。忙了一天，宋大郎早就饿了，瞥了一眼王寡妇的饭桶，嫌弃地皱了皱眉。就这饭他爹会吃那才怪呢。李大丫盛了一碗面递到宋大郎跟前，大郎，吃面，我亲手做的。说完之后，他娇羞地笑了笑，可惜他又黑又壮，那笑意看在宋大郎眼里竟然有点惊悚。大郎哥，宋大郎循声望去，只见一个身穿粉色上衣的妙龄少女正提着食盒朝他缓缓走来。少女长得白白净净，明眸皓齿，看得宋大郎心脏砰砰直跳，这世上怎么会有这么好看的人呢？妙龄少女走到他跟前，小嘴一撅，嗔道：原来有人给大郎哥送饭呢，早知道我就不来了。宋大郎脸色一白，赶紧解释道：青青，你别误会，李大丫不是来给我送饭的。嘿，好你个宋大郎，姑奶奶我饭都端到你面前了，你竟然敢说我不是给你送饭的？我不给你送饭给谁送？给猪吗？这番蛮不讲理的模样，简直跟王寡妇如出一辙。是谁让你给我送饭了？看出宋大郎的窘迫，林青青主动出来打圆场。大丫姐，既然大郎哥没让你给他送饭，那这饭你还是拿回家去吧，你家孩子多，粮食还是得省着点吃。李大丫看不惯林青青这副娇柔造作的姿态，回对道：大郎没让我送，让你送了吗？你
你谁呀你？狗拿耗子多管闲事，我就勒索，你管得着吗你？他战斗力太强，林青青压根儿不是他的对手。大郎哥，林青青咬着嘴唇，双眼升起一层雾气，那模样要多委屈就有多委屈。青青，你别哭。宋大郎都快心疼死了。哄完林青青后，他瞪着李大丫说道：青青是我妹子，是我让她给我送饭的，你不服吗？事实上，宋大郎压根儿没有让林青青给他送饭。李大丫气得脸红脖子粗，什么妹子不妹子的，我看你们就是大郎。儿女的事情，宋怀安原本不想参与的，可眼瞅着李大丫要胡言乱语，他还是开口了：宋叔，爹爹，你去山上把你赵爷爷喊下来，就说我找他有事儿。是。将宋大郎支走后，宋怀安才黑着脸对王寡妇和李大丫说：你们把饭提回去吧，以后也不用给我们送饭了，我们自己会解决。宋三儿，明人不说暗话，我就是看上你了。就算你娶了媳妇儿也没关系，我可以给你当平妻，当妾也行。反正你媳妇儿常年不在家，你一个大男人，身边也得有人伺候着。我洗衣做饭样样都会，不比你媳妇儿差，我还会生儿子。我宋三此生绝不纳妾。宋怀安这话带了几分内力，震得众人耳膜生疼生疼。之所以这样做，一来是想给王寡妇一个教训，二来也是给众人一个震慑，提醒那些对他有心思的女人莫挨老子。王桂花，你又在成什么精啊？他原本打算回家吃午饭，谁知道刚到山脚下就碰到宋大郎，听说王寡妇又在找事儿。我咋成精了？我不就是想嫁给宋三儿吗？我有什么错呀？你还要不要你这张老脸呢？人家宋三都有媳妇儿了，你死缠烂打的是想做什么？他哪里有媳妇儿了？谁见了？事已至此，王寡妇索性豁出去了。今天宋三儿要是不娶她，他就曝光他们宋家的秘密，他不得好，那他们老宋家也别想好过。他媳妇儿在府城，我咋能见呢？他那是骗你呢，人家府城的姑娘能看得上他？他一个带着8个拖油瓶的官夫，人家能看上他啥呀？说到这里，王寡妇眼睛一亮，笃定的点点头。没错，他就是骗咱们呢。人家府城的姑娘又不是傻子，不但看上一个带着8个拖油瓶的官夫，还天天上赶着给他送粮送菜，人家图啥呀？这里面要是没鬼，我桂花就不姓王。闻言，宋怀安心里一跳，眼底闪过一抹杀意。看来这个王寡妇是留不得了，有他在一日，乔西的秘密就会多一份暴露的风险。他不想给乔西给自家招来杀身之祸。宋家几兄弟的脸色也肉眼可见的紧张起来，一个个瞪着王寡妇，恨不得上去用臭袜子堵住他那张破嘴。当然是图我爹的身子呀，还能图什么？乖乖，这是能说的吗？宋三两口子未免也玩得太开了吧，当着孩子的面竟然能说出这么羞耻的话来。宋怀安也被好大儿的话给惊住了，刚想上去捂住小家伙的嘴巴时，就见人家2只手一摊，一脸无可奈何道：当然了，还图七郎听话，图七郎爱洗澡，图七郎长得好看，图七郎爱吃青菜。小家伙一口气把自己从头到脚夸了一遍，听得宋家父子嘴角直抽抽。等他好不容易说完了，玉玉也挤进人群夸起了自己：图玉玉漂亮，图玉玉。兄妹2人的萌言萌语，将村民们心里有关宋三儿到底有没有老婆的疑虑彻底打消了。赵理正瞥了王寡妇一眼，听到没有？人家图玉玉漂亮，图七郎听话，还图宋三的。他脸皮薄，没好意思把身子2个字说出口。宋七郎贴心的补充道：还图我爹的身子，我娘说她最喜欢拥有8块腹肌的美男子了。此时身处21世纪的乔西可不知道自己已经丢脸丢到了1000年之前的大梁朝，还美滋滋的一边吃水果一边窝在懒人沙发里追剧，担心好大儿又会说出什么雷人的话来。宋怀安上前一把捂住了他的嘴，却遗漏了漏风的小棉袄。图爹爹的山鸡，图爹爹的年年。三郎，把玉玉抱回去。宋怀安脸红的能滴出血来，老天爷呀，这都是些什么虎狼之词啊！乔姑娘究竟给梁小芝说了些什么呀？殊不知乔西是冤枉的，宋七郎那些雷死人不偿命的话全是从狗血电视剧里学来的，吃了一场酣畅淋漓的大瓜，村民们一个个都笑得直不起腰来。他们暗自告诫自己，以后办事的时候还是得注意点，可别当着孩子们的面，省得他们那小嘴巴巴的说出去让人丢脸。赵理正尴尬的咳嗽一声，提高声音道：都别笑了，该干嘛干嘛去。王桂花，
上次我说过了，你要是再敢惹是生非，滚出我们洛河村！我说到做到，赶紧回家收拾东西，离开洛河村。李正叔，我也没惹是生非呀，不能赶我走。怎么没惹？这些年你为非作歹也不是一次两次了，大家看在根生的面子上，一直没有跟你计较。可你不但不知悔改，反而越来越过分。我们洛河村是容不下你了。话落，王寡妇的死对头也站出来拉踩他。李正叔，你早就应该把王桂花这个祸害从咱们村里赶出去了。大家伙对他们母子那么好，可他从来不记大家的好，竟干一些偷鸡摸狗的事情。上次偷了我家的鸡蛋，我说了他2句，他还吱吱哇哇的要打我。他还偷了我家2颗大白菜呢。一时间，王寡妇成了过街老鼠，人人喊打。东子媳妇儿、大强媳妇儿，去王寡妇家里帮她收拾行李，趁着天还没黑，让她赶紧走人。好嘞。李正叔，你不能赶我走啊！根生可是为了救咱们村的人死的，你当时答应他会照顾我们孤儿寡母的。我是答应了根生会照顾你们孤儿寡母，所以这些年不管你作什么妖，我始终都和稀泥。可宋三和他媳妇儿根生一样，也是咱们村的救命恩人，我不能因为你而让他们2口子受了委屈。哎呦，李正叔，你别赶我走，我不嫁给宋三了，行不行？说的跟我想娶你似的。不行，二他娘，你把王桂花弄走。哎，赵婶子上前一把提溜起王寡妇，无奈的摇了摇头。赵爷爷、赵奶奶，你们别赶我娘走，我也不嫁给宋大郎了。赵李正背过身子不去看他，他心里明白，现在的心软只会害了大家。看到这一幕，难免有心软的人替王寡妇求情。李正叔，要不就算了吧，王寡妇也不容易，一个人拉扯大这么多孩子，她就是想找个能依靠的男人，也没什么错。对呀，都是乡里乡亲的，让他给宋三儿道个歉，这事儿就这么算了。宋怀安站在一旁垂眸深思，若不是因为乔西，他大可以带着孩子们离开洛河村。你拿什么保证？要他说，就应该把王翠花一家全部赶出去。就李大丫那副长得跟个熊瞎子的模样，还敢跟他抢男人，简直是自不量力。李大丫目光一转，恶狠狠地瞪着林青青，臭不要脸的小贱人，不但敢跟他抢男人，还敢落井下石，真是不想活。大郎哥，林青青往宋大郎背后一躲，声音又娇又媚，听得宋大郎的魂儿差点都没了。赵爷爷，我也同意把王桂花赶出洛河村。一向宋怀安不发话，自己绝对不插话的宋大郎，头一次在没有征询自家爹爹的前提下，主动发表了自己的意见。可惜他忘了，在这种场合之下，他的态度不仅仅代表了他自己，也代表了宋怀安。英雄难过美人关，宋怀安头一次对这句话有了深刻的认识，脸色也随之变得凝重起来。这个林青青绝对不是个良配，更不是大郎的良配。大郎将来注定要继承他亲生父亲的衣钵，当一名威风凛凛的大将军，保家卫国，为六郎守护好他的大好江山。他的妻子不求他像前太子妃那样勇敢有担当，只求他像赵婶子那样善良温和，能够替大郎管好后宅。想到这里，宋怀安心里长长的叹了一口气。一个优秀的将军不应被女人的情绪所支配，看来大郎这孩子未来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二他娘，既然大郎都这样说了，那就别磨蹭了，快把人赶走。赵李正下了最后通牒，赵婶子也不再犹豫，拉着王桂花就往大门口走。别赶我走，我错了，我真的错了。赵爷爷、赵奶奶，别赶我娘走，别赶我娘走啊！场面再次陷入混乱中。突然间，王寡妇一把甩开赵婶子。既然你们要赶我走，那我就不活了。话落，她像一头疯牛似的，一脑袋撞在了不远处的土墙上。紧接着，王寡妇倒地不起，鲜红的血液顺着额头流了下来，模样看起来很是瘆人。娘，你醒醒，你醒醒啊！大夫，快叫大夫！众人吓得脸色惨白。大郎，去套车。人在自家院子里出了事儿，宋怀安虽然觉得晦气，但也不能不管。是。等把王寡妇送到医馆，已经是半个时辰后的事情。好在他人没事儿，没过多久就悠悠转醒。宋三，你说这事弄的，是叔对不起你呀。宋怀安也很无奈。叔，不关你的事儿，就让他留在村子里吧。要是他敢再来招惹他，那就别怪他下死手。王寡妇的事情，乔西已经从宋七郎嘴里知道了个七七八八，就连林青青的事情他也知
知道了，直觉告诉他，这个林青青跟王寡妇一样，不是个善茬。最为可怕的是，他手段比王寡妇高明，而男人又都很吃他这一套，担心宋家父子会着了他的道。乔西委婉地提醒道：“宋大哥，我觉得大郎年纪还小，不必急着找媳妇儿。”宋怀安跟乔西一个想法，正准备给他录视频回话时，宋大郎进了他的屋子。爹爹，我想跟林青青定亲。他担心今天这事儿会影响林青青的名声，所以想了好久，才鼓足勇气跟宋怀安摊牌。听到郝大儿这话，宋怀安整个人都不好了，真是儿大不由爹。前有宋四郎离家出走，后有宋大郎要定亲，这个爹呀，可真不好当。见宋怀安不说话，宋大郎还以为他没有听到，又提高声音重复了一遍：“爹爹，我想跟林青青定亲。”宋怀安抬眸扫了宋大郎一眼，见他面红耳赤，一副憨憨呆呆的模样，面无表情道：“我不聋。”哦，嘿。宋大郎嘿嘿一笑，眉眼间都是喜色。宋怀安自己的感情都是一张白纸，面对儿女的情感问题，他更不知道该如何处理。直接说不同意吧，他担心宋大郎跟宋四郎一样，跟他生了嫌隙，也来个离家出走。说同意吧，他是真瞧不上林青青这个人，不可能让他毁了宋大郎。想定亲是好事，可你爹我还是个光棍，你觉得你定亲定在我前面合适吗？是有些不合适。出去吧。宋怀安赶走宋大郎，拿着手机起身出了院子，找了个僻静的地方给乔西录制视频。得知宋大郎想跟林青青订婚，乔西傻眼了，真是怕什么来什么。夜深人静，听着隔壁几个好大儿的呼噜声，宋怀安失眠了，脑海里胡思乱想，猛地想起宋七郎说乔西图他的身子，他下意识地摸了摸自己的腹肌，最近伙食太好，腹肌好像都不明显了，不行，得练起来。于是大半夜的，宋怀安从被窝里爬起来，出去练了一套拳。宋七郎，你说说，我什么时候说过我图你爹爹的身子了？真的会谢。他脑子又没病，为什么要图一个生了7个孩子的老男人的身子？可是我爹爹有8块腹肌。宋七郎简直爱死了那些狗血电视剧，那可比什么奥特曼、什么喜羊羊好看多了。有腹肌。月月肯定的点了点头，乔西想死的心都有了。那是腹肌的事情吗？你们是在造谣，是在污蔑，明不明白？别说宋怀安有腹肌了，就算他既有胸肌，又有人鱼线，还有腹肌，他也不图他的身子，他图的是他的钱。宋七郎撅着小嘴，茶言茶语道：“娘亲说不图，那就不图好了，只要娘亲高兴就行。七郎受点委屈也没什么的。”乔西就怎么办？想锤人。宋六郎也听不下去了：“小姐姐，七郎都是跟林青青学的。”宋七郎跟乔西一样，是个颜控。好巧不巧，林青青就是全村长得最漂亮的姑娘。在认识乔西之前，宋七郎最喜欢跟在他屁股后面当个小跟屁虫。久而久之，他说话的方式就变得跟林青青如出一辙。听宋六郎这么一说，乔西对林青青的印象更差了。宋七郎，以后不许这样说话，男子汉就要有男子汉的样子。好吧，娘亲说什么就是什么。乔西麻了，算了，教育孩子这事儿还是交给宋怀安这个亲爹去发愁吧。次日，乔西又接到了赵子君打来的电话：“西西呀，不要忘了明天来二婶家里参加宴会，记得打扮得漂亮一点啊。”卡里的余额给了乔西十足的底气，他懒得跟赵子君废话，快言快语道：“没空。”之后直接将赵子君的电话拉黑，他又不是傻子，怎么可能不知道这是一场鸿门宴？大梁朝，宋四郎捂着快要饿扁的肚子，一阵浓郁的面包香飘进他的鼻子里。宋四郎吸了吸鼻子，自言自语道：“真是饿坏了，竟然饿到出现了幻觉，这里怎么可能有面包啊？”面包是乔姐姐那个世界才有的东西。不远处正在吃面包的赵大虎像是被定格了一般，吓得一动不动。跟了宋四郎这么多天，他是发现了这小子不但嘴皮子溜，鼻子也很灵敏。咕咕，肚子又唱起了空城计。宋四郎随手抓了一把土，一边吃一边哭着说：“爹娘，你们究竟在哪儿啊？爹娘，儿子的钱又被偷走了，他们太坏了，老是趁着我睡着了就把我的钱偷走了。”宋四郎越说越觉得委屈，原本想着靠卖神仙瓶换来的800两银票，怎么也能舒舒服服的找到自己的爹娘，可谁知道那狗娘养的盗贼竟然又把他的钱给偷走了。幸运的是，这次盗贼并没有扒他的衣服，靠着这50两，他在平利县一边找自己的亲生父母，一边干些倒买倒卖的活，却赚了2000多两。听到沈老四的哭声，可恶的盗贼赵大虎嘴角高高翘起，对付这种白眼狼就应该让他多吃吃苦头。
呸！爹娘，这土也太难吃了。宋四郎正说着，不远处突然来了几个背着行李的陌生人，其中一位妇人好笑道：哎呦，瞧你这孩子说的，土要是好吃，那还种粮干啥呀？啊，孩子，婶子这里也没粮了，你省着点吃。拿着。接过黑面饼子，婶子，你是好人，以后你就是我亲婶子。等我找到我爹娘，我一定好好的报答你。赵大虎无奈的摇了摇头，就冲这一句话，他觉得他对宋四郎还真是太仁慈了。三哥一把屎一把尿把他拉扯大，他非但没有说过一句感激的话，这一路上可没少蛐蛐他。如今一个陌生的妇人给他半块黑面饼子，他就感激成这样，说他是白眼狼，都侮辱了白眼狼这个词。哎，不用感激。那个孩子，你是跟家里人走失了？不是，是人贩子把我拐跑了，我要去府城找我爹娘。这谁家人贩子这么好心呢？都把你拐跑了，就没想着把你卖掉？哎呦，我的牙呀！爹娘，我的牙没了。宋四郎捧着一颗血淋淋的上门牙，嘴角满是血迹。哎呦，孩子，别哭了，你这是乳牙，掉了之后还会长出来的呢。真的吗？宋四郎说话有些漏风，妇人点了点头。啊，你这就你一个吗？我们呐也要去府城，你要不要跟我们一起搭个伴儿？就我一个，婶子，我跟你们搭伴儿。等我找到我爹娘，我让他们给你1000两，不，给你们5000两白银。宋四郎答应的爽快，婶子给他饼吃，婶子是好人啊。成，那婶子就等着了啊。夫人和其他同伴相视一笑，心说这孩子莫不是个傻的。那婶子，你能背背我吗？我脚破了，走不动道了。夫人就他瞧着像是个傻子吗？孩子，不是婶子不背你，是婶子她背不动啊。好吧，婶子，您别老叫我孩子的，听起来怪别扭的，你就叫我富贵就行。富贵是他给自己取的新名字，富贵，一听就有钱，可比什么狗屁宋四郎好听多了。成，富贵，婶子叫张春花，你以后叫我春花婶就行了。好的，春花婶儿。两人各自报了家门之后，再次踏上了前往府城的路。不知道走了多久，宋四郎脚都疼木了，众人这才停了下来。今晚就在这里休息吧。宋四郎有些怕他，默默找了个离他很远的距离坐下休息。怎么办？他有点想家了，想洛河村的家。哎呀，富贵啊，你咋又哭上了呢？啊？来，你渴了吧？喝点水。谢谢春花婶儿，我想我爹娘了。说完之后，他抿了一口水，又给张春花倒起了苦水，字字句句都在控诉宋怀安的不是。张春花听得耳朵都起茧子了。春花婶儿，我这头咋这么晕呢？能不晕吗？这水里面下了蒙汗药，别说是人，就是一头牛也能被晕倒。大柱，二柱，生火做饭，今晚有新鲜热乎的两脚羊吃了。这孩子长得白白嫩嫩的，一看就好吃。宋四郎还没有彻底失去知觉，听到这话又给吓尿。春花婶儿，你说什么？哎呦，你这孩子咋还尿裤子了呢？这时刀疤脸拿着磨好的刀子走过来。今晚这羊不错，比昨晚那只肥些。不要吃我，不要吃我呀！别叫了，一会儿把狼引来了，大家伙都得玩完。狼，快来救救我吧！嘿，你嚎什么嚎？你再给我嚎，我先把小鸡儿给你剁了。小子，遇上我们算你命背。哼，我说你小子也真是个蠢的，你那养父真要是个人贩子，你还能活到现在？这灾荒年的，哪家哪户不缺粮？我要是你那个养父啊，我第一个就吃掉你，反正也不是亲生的，吃了也没啥罪恶感。罢了，老子今天就替你养父把你给解决了。宋四郎眼底满是惊恐，他下意识地喊道：爹爹，救我！爹爹，快来救我呀！可回答他的是众人的嘲笑声。就是天王老子来了也没用。可
可不咋的，谁敢跟老子抢吃的，老子灭他全家！宋四郎缩成一团，全身抖如筛糠，意识一点一点消散，他也一点一点开始后悔不应该离家出走。很快，宋四郎彻底昏死过去。躲在暗处的赵大虎是真不想救宋四郎这只白眼狼，可他答应了三哥会护他周全，又不得不救。见刀疤脸手中的刀子就要落入宋四郎的身体，他才飞快从暗处出来，冲到刀疤脸面前，一脚踹掉他手里的匕首。不想死就给我滚！你是谁？我是你大爷！刀疤脸可一点都不怕赵大虎，大手一挥，几个汉子迅速围了过来。兄弟，我劝你少管闲事，你要是饿了，一会儿一起吃就是了，别在这逞英雄。赵大虎握刀的手紧了紧，眼瞅着那些人要将自己合围，他豁了出去，抡起手里的刀就是一阵乱砍。刀疤脸等人也没想到赵大虎真的敢动手，一时不备都被砍伤了。赵大虎故意吓唬道：刀上我抹了剧毒，你们不想死的话，赶紧去找大夫吧。大哥！除了刀疤脸之外，其他人听到这话，一个个吓得脸色铁青。当家的，要不咱们先走？走。瞧见他们走远了之后，赵大虎才松了一口气。他是会一点功夫，可对上这些人，其实心里也没有什么胜算。要不是手里这把长刀，恐怕他和宋四郎今晚就得交代在这儿了。天色渐亮，宋四郎才悠悠转醒。不要治我，不要治我，爹爹救我，爹爹，我再也不离家出走了。现在知道怕了，当初离家出走的时候，你怎么不怕呢？宋四郎瞪大眼睛，不可思议道：大虎说。下一瞬，他又嚎啕大哭起来。我一定是死了！我竟然看到大虎叔在我面前吃方便面，大哥、二哥、三哥、五郎、六郎、七郎、玉玉，我死了！你们记得给我烧些纸钱，多烧点儿，我怕在下面没钱又得饿肚子。哎呀，我说富贵啊，你想的还挺美的你要不是宋家人，大郎他们凭什么给你烧纸啊？宋四郎愣了一下，惊喜地从地上爬起来。大虎叔，原来我没死啊！大虎叔，你咋在这儿啊？不会是我爹爹让你来保护我的吧？大虎叔，让我喝口汤，我都快饿死了。去，谁是你大虎叔？还保护你？你可真敢想！一个白眼狼而已，我保护你做什么？想喝汤啊？行，给钱我就让你喝。宋四郎眼底升起一团雾气，委屈巴巴地哭了起来。可赵大虎心硬，愣是没有搭理他。在他看来，做错了事情就得受到惩罚，不轻不重的结果只会助长宋四郎嚣张的气焰。不空啊，我还有事儿，先走一步，咱们有缘再见。大虎叔，我跟你一起走。想到昨晚那一幕，宋四郎是真的怕了。别，咱俩可不顺路。你不是要去找你的亲生爹娘吗？去找啊你！不找了，我不找了。闻到赵大虎身上的泡面味，他哭得更大声了。造孽呀！他明明可以待在家里，吃着火锅，喝着快乐水，穿着崭新的衣服，睡着柔软的床，为什么非得这么想不开？为什么非要找自己的亲生父母？亲生父母真要有心，就应该主动来找他，而不是让他一个8岁的小屁孩去找他们。可别呀！你亲生父母可是乐华府最有钱的人，咋能说不找就不找了呀？再说了，这里离乐华府也就20来天的路程，熬过这20来天，你就能当有钱人家的小少爷了。我不找了，我要回洛河村，我要回家。不确定宋四郎说的是真是假，赵大虎并没有表态，而是趁着他不注意偷偷溜了。发现赵大虎没了踪影，一边哭喊道：大虎叔，大虎叔！小少年用袖子擦了擦眼泪，杵着从路边捡的树杈，顺着来时的路一瘸一拐的往洛河村的方向走去。江景别墅，西西啊，这位就是二婶和你提起的林虎彪，怎么样？是不是很帅啊？赵子君一边说，一边朝乔西眨了眨眼。乔西违心的点了点头。林虎彪把乔西从头到脚打量了一圈。真人是比照片上漂亮一些，就是胸有点小，摸起来没有手感。这样吧，我给你50万，你去隆个胸，这笔钱从彩礼中扣。乔西就这是在跟他说话。另外，结婚后你不准去上班，老老实实待在家里为我生儿育女。对了，你要尊重我妈，不管她是打你还是骂你，你都不能回嘴。林虎彪完全不顾乔西的死活，一口气提了一大堆要求。乔西嘲讽的笑笑，醒醒，
大清早就亡了。有必要声明下，我并没有答应要和你结婚，只是见一面，懂？既然没有答应结婚，那你约我来你家做什么？抱歉，你误会了。秘密，咱们走，让你堂妹跟阿彪单独相处一会儿。他故意加重单独这2个字，暗示的意味简直不要太明显。哼，好。我说堂妹啊，把握住机会，想当邻家少奶奶的人可不少呢。猜到赵子君母女的真实意图，乔西心里的怒火直冲天灵盖。他一把拽住准备离开的乔蜜，再说一次，我有男朋友了，我已经给他打过电话，他正在来的路上，不想我报警的话，就把人给我弄走。昨晚傅思琪刚跟乔蜜提了分手，他说喜欢的是乔西，这会儿乔西又说她有了男朋友，这让乔蜜不得不怀疑乔西跟傅思琪好了。报警？好啊，那你报吧。乔蜜狞笑一声，从包里掏出来一瓶不知名的喷雾，冲乔西喷了喷，下一秒乔西便失去了意识，晕倒在了地上。靠，死贱人，还敢跟我抢思琪啊，你也配啊！骂完之后，他看向一旁的林虎彪，面无表情道：他的房间在2楼左边第2个卧室，记得拍视频给我，我有用。小美人儿，老公来了。觉得不够刺激，他又拍了拍乔西的脸，想把人弄醒。醒醒啊，老公带你体验非一般的感觉。乔西脑袋昏昏沉沉的，闻到一股浓浓的口臭味，他掀了掀眼皮，便看到林虎彪那张丑陋的脸颊。滚！他拼尽全力想把林虎彪推开，可胳膊软绵绵的，压根提不起劲儿。听说你还是个处啊，别怕，我会轻轻的，一点都不疼。滚开！乔西吼得撕心裂肺，救命！救命！乔西喊得嗓子都哑。然而偌大的别墅除了他也没有其他人。6楼、7楼，玉玉，救救我！大梁朝，大郎，你看着点，爹爹回家一趟。不知怎的，宋怀安今天起床后，眼皮子一直在跳，总觉得有什么事情要发生。给宋大郎交代了一声，他匆匆忙忙走到家门口，就听到一阵呼救声。宋怀安心里一跳，快步走到屋里，就看到原本光秃秃的土墙上，此刻多了一道环绕着金光的大门。来不及多想，他大步跨过那道门，只见一个光着身子的陌生男子正低头准备亲吻乔西。宋怀安气炸，抓住林虎彪的肩膀，将他随手往地上一扔。滚开！鬼呀！救命！救命！乔西闭着眼睛，还不知道林虎彪已经被宋怀安扔到了一边，双手本能地挣扎着。见平日里嘻嘻哈哈的小姑娘，此时哭得泪流满面，宋怀安心里像是被刀子狠狠地割了几下。小姑娘是我，别怕，我来救你了。听到这让人心安的声音，睁开一条眼缝，就看到面前坐着一个大号的古装美男子。宋大哥，是我，别怕。他话还没说完，乔西已经扑到他怀里，紧紧搂着他的腰，哭诉道：宋大哥，他们欺负我。宋怀安身子一僵，老半天没反应。许久之后，他红着耳尖，像是哄玉玉一样，拍着乔西的肩膀，轻声哄道：没事的，我在。乔西哭得身子一颤一颤的。宋大哥，他也不知道该说些什么，就是觉得委屈，觉得心酸。宋怀安喉结上下滚动，眼底闪过一抹浓浓的杀意，敢碰他的人死不足惜。小子，你知道老子是谁不？你敢打老子？见他一身古装，林虎彪嘲讽道：还玩 cosplay 啊，小子，够潮的呀！有本事报上性命，看老子不弄死你！话落，一个枕头朝他飞来，林虎彪吐了一大口鲜血，满脸惊恐。你是谁？回答林虎彪的是乔西隐忍的抽泣声。宋大哥，对不起。见他红扑扑的脸上还挂着泪珠，宋怀安眉眼间满是心疼。他抬手想擦掉乔西脸上的泪水，又觉得自己行为孟浪。别怕，我去收拾他。我不怕。嘴里这样说着，乔西的身子却本能地打了个寒战。宋怀安柔声说道：闭眼，太脏了，别污了你的眼睛。乔西乖巧地闭上眼睛。宋大哥，别把人打死了，我们这边要是打死人会很麻烦。知道了。宋怀安应了一声，起身走到林虎彪跟前，像是看死人似的，居高临下的看着他。你该死！说着，他蹲下身体，
一把掐住林虎彪的脖子。林虎彪脸色憋得通红，四肢本能地挣扎着，强烈的窒息感让他感到前所未有的害怕和恐惧。他到底是得罪了什么人？怎么他的手像是铁钳一般，感觉分分钟能拧断他的脖子似的？瞧着林虎彪挣扎的速度慢了很多，宋怀安才不紧不慢地松开他。可你还不能死，那就当个活死人吧。大哥，饶命！我给你钱，我有好多钱，大哥就饶我这一次吧。饶不了。宋怀安轻蔑地扫了林虎彪一眼。你应该庆幸你活在21世纪，如果他活在大梁朝，这会儿早死了800次了。什么？林虎彪觉得宋怀安的话怪里怪气的，很不理解。宋怀安神色冰冷，伸手在林虎彪身上点了几下。林虎彪痛得大喊一声，紧接着口吐白沫，整个人都在抽搐。宋大哥，乔西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怕怕道：“他不会是死了吧？”宋怀安安慰道：“不会，我点了他的穴，后半辈子他只能当个活死人了。”话刚说完，他就感觉到一阵强大的吸附力正吸着他朝门口走去。小姑娘，我得走了。宋怀安不舍道。闻言，乔西猛地睁开眼睛，便看到原本平平无奇的门板变成了一个被金光包裹的木门，而宋怀安的身体一半已经过了那一边。宋大哥，宋怀安和木门一起消失了。他走到门口，拍了拍门板：“有人吗？穿越大神，门呢？”然而门板毫无变化，宋怀安也没有再过来。偌大的安氏，他能依靠的似乎也只有齐老爷子。好在齐老爷子很仗义，不仅他来了，还带来了姜老爷子、张老爷子他们。齐爷爷见到熟悉的面孔，乔西好不容易控制住的眼泪又委屈地流了下来。哎呀，好孩子，不哭不哭，爷爷给你做主。齐老爷子气得脸比锅底还黑，滚蛋玩意儿，敢欺负他未来孙媳妇儿，这跟在他头上拉屎有什么区别？对，姜爷爷也给你做主。什么玩意儿？不知道小丫头是我们几个招的吗？可不咋的，是咱们几个太低调了吗？现在是个人都敢骑在咱们头上拉屎。说话间，派出所所长王朝来了。齐老、姜老，你们怎么都来了？一下子见到这么多德高望重的老爷子，王朝意外极了。齐老爷子耷拉着脸：“孙女让人欺负了，能不来吗？”齐老，谁欺负谁还不一定呢。林虎彪现在还在抢救室，浑身上下多处骨折，人也陷入昏迷，一直醒不过来。办了这么多年案子，他还是头一次遇到这种情况。一般这种案子都是受害者伤痕累累，施暴者毫发无损，这次却恰好相反。你这话是啥意思？难不成还是我孙女的错？没，您老别激动，有话慢慢说。我能不激动吗？齐老爷子这人向来护短，我孙女差点被人抢了，你让我别激动，换作是你孙女出了这事儿，你激不激动？再说了，就算是打死那个小畜生，那也是他罪有应得。我孙女是正当防卫。老爷子，具体什么情况，咱们只能等林虎彪醒了再说，因为没有监控，谁对谁错很难说清楚。小西蹙眉，猜到这件事情大概率是要不了了之。原本别墅是有监控的，后来三角之经常往返别墅，他担心会被有心之人发现这诡异的一幕，就把别墅内的监控给关了。谁成想会发生今天这种事情。乔西，你没事吧？傅思琪刚下飞机，就听齐然说乔西出事了，行李都没来得及放，匆匆赶到派出所。王朝心里一跳，傅总，您怎么也来了？傅思琪冷声道：“我未婚妻差点出意外，我能不来吗？”王朝愣了愣：“您说乔小姐是您的未婚妻？”前未婚妻。傅思琪和乔西同时开口，听到乔西的声音，傅思琪皱了皱眉：“退婚的事情我不答应。”乔西就颠公，婚都退了800年了，他答不答应的又有什么用？该不会是怕他告乔密，所以才装模作样的跑来关心他，想让他放过他的新家宠。这样想着，乔西心里越发不是滋味。不管傅思琪是出于什么样的心理，他都不会放过乔密。王所，我家里虽然没有监控，但是林虎彪是丽君化妆品的总经理赵子君和他女儿乔密送到我家的。我刚刚做笔录的时候也说过，我之所以差点被林虎彪侵犯，是因为乔密冲我喷了不知名的液体，导致我昏迷不醒。你们可以从这方面入手查一查。至于林虎彪为什么会昏迷不醒，我只能说我确实打了他，不过我是正当防卫。关于宋怀安的事情，乔西只字未提，实在是这件事有些匪夷所思，说出去他估计会被送到精神病院。乔小姐，您说的我们都会去调查核实。关于您说的您正当防卫这事，我觉得似乎有些不太合乎常理。您刚刚也说了，您被喷了不知名的液体，导致昏迷不醒，那您又是怎么将林虎彪打成重伤的？您这个身材看起来也不足以重伤林虎彪。我是昏迷了不假，但是后来林虎彪把我拍醒，说什么要带我体验非一般的感觉，然后我醒
转过来，就看到他光溜溜的躺在我的床上。他侵犯我那一刻，我感到浑身充满了力量，就把他甩了出去。接着他就砸到了墙上。这番漏洞满满的话，别说王朝不信，就是齐老爷子和傅思琪他们也不信。行了，小王，你烦不烦？我孙女刚刚经历了那些不好的事情，你还一个劲儿的问东问西，是生怕她心里留不下创伤吗？齐老爷子胡搅蛮缠道。傅思琪也站出来替乔西说话。王所，我未婚妻刚刚受了惊吓，我建议先送她去医院住院观察。齐老爷子白了傅思琪一眼，心说真是狗拿耗子，谁是你未婚妻？长得不美，想的可挺美。乔西这会儿可不想住院，他只想赶紧回家看看三小只过来没，跟他们报个平安，省得宋怀安担心。大梁朝，宋怀安急得团团转，可让他惊恐的是，3个孩子说时空之门消失了。此刻三小只一个比一个哭得伤心。娘亲，我要娘亲。娘亲，是不是不要七郎了？我太可怜了。爹爹，小姐姐是不是出什么事了？别瞎说，你们乔姐姐命大着呢。宋怀安嘴里这样说着，可心里却害怕极了。他刚刚只解决了林虎彪，可乔姑娘的仇人岂止林虎彪一个人，还有他二婶和堂姐。万一他们折回来又要欺负乔姑娘，他该怎么办？早知道他就应该强行把乔姑娘带回大梁朝，有他在，他看谁还敢欺负他。天麻麻黑时，宋大郎几兄弟卖完粮食也都回到家中，见家里气氛很不对劲儿，宋三郎心里咯噔一下。爹爹，是不是过不去乔姐姐那边了？宋怀安攥紧拳头，有种深深的无力感。他之前也想过某一天乔西和时空之门会消失，但没想到这一天会来得这么快。闻言，宋家几兄弟也跟着湿了眼眶。他们虽然没见过乔西的真人，但是对他的感情一点也不比宋六郎、宋七郎和玉玉少。在他们心里，乔西早就是他们家的一份子了。另一边，爷爷，我累了，想回家休息。齐老爷子没好气道：你这孩子心咋这么大呢？出了这么大的事儿，你还回什么家？跟爷爷回家去住，正好住得近，方便和齐爷那个棒槌培养感情。去我家住。傅思琪白了齐老爷子一眼，警告的意思简直不要太明显，敢跟他抢媳妇儿，简直是做梦。小子，你哪位啊？凭什么让我孙女去你家住？凭我是他的未婚夫。傅思琪当仁不让。够了，傅思琪，咱们早就退婚了，麻烦你以后不要再出现在我的面前。他是真的被傅思琪的行为给恶心到了。但凡他没有遇到宋怀安，恐怕他现在还在为凑钱还债而焦头烂额。见状，齐老爷子心里舒坦了不少，阴阳怪气道：小伙子，一个合格的前任就应该像死了一样，明白吗？说完之后，他笑眯眯地看向乔西：西西，跟爷爷回家。乔西没有吭声，跟着齐老爷子出了医院大门，才说：齐爷爷，我还有事儿，先走一步，改天我再去看您。知道拦不住他，齐老爷子不放心道：我让齐言找几个保镖在你家门口守着。担心乔西拒绝，他又补充道：就在大门口，不进去。好，谢谢齐爷爷。乔西猜到了齐老爷子有所察觉，也不再拒绝他的好意，毕竟他们之间的缘分可不止现代这一点点。宋怀安跟齐家老祖宗有合作，四舍五入也可以认为他和齐家老祖宗有生意往来。这么一算，他们之间的缘分也算是跨越了1000年。他想着，要是以后时机合适，他就让齐老爷子跟他家老祖宗聊一聊，算是报答他的恩情。回到别墅，已经是晚上8点，家里静悄悄的，看样子三小只并没有过来。眼瞅着时间已经到了晚上10点，可三小只依旧不见踪影。猜到是时空之门关闭的原因，乔西心里七上八下，担心的不得了。他不知道和大梁朝的缘分是不是就此结束，更不知道没有他提供粮食，大梁朝那些百姓们能不能撑过这场饥荒。还有宋家，也不知道他们的粮食够不够吃，水够不够喝，衣服够不够穿。整整3天，时空之门都没有要开启的迹象。乔西浑浑噩噩，总觉得自己就像是做了一场梦似的。可家里的玩具、小衣服、小鞋子，银行卡里的余额，车库里的粮食，都在提醒他，这不是一场梦。有关大梁朝，有关宋家，都是实实在在存在的。娘亲，我要饿死了。
玉玉，乔西从梦中惊醒，捂着胸口，心情久久不能平复。不行，他不能再这么浑浑噩噩下去了，他得帮宋家人，帮洛河村的村民们多准备些物资。一旦时空之门开启，第一时间就将这些东西送过去。想到这里，3天没有出门的乔西简单洗漱了一下，开着红光mini出了门。乔西，这3天时间，齐言一直守在乔西别墅门口，保护乔西的安全。你没事吧？怎么给你发消息也不回啊？要不是老爷子就让他在大门口守着，他早就翻墙进了乔西家。天知道联系不上他，他心里有多着急。没事，抱歉，心情不太好，就没看手机。哎，没事就好，你给老爷子回个电话，他都快担心死了。对了，姓傅的这几天天天来找你，我没让他进去。知道了，给齐老爷子打了个电话。齐爷爷，我没事儿，您别担心。丫头，没事就好，你要想开点，千万别做什么傻事儿啊。乔西心里暖暖的。齐爷爷，您放心，我才没有那么蠢。我就知道，丫头，那个林虎飙成植物人了，你那个二婶和堂姐倒是侥幸逃过一劫。不过你放心，人在做，天在看，他们迟早是要遭报应的。乔西微微一怔，随后唇角高高翘起。宋怀安貌似有一点点厉害，他说让林虎彪当个活死人，还真的就成了活死人。该谁让他兽性大发？齐爷爷，我知道了，谢谢您和江爷爷他们，改天我请你们吃饭。那感情好啊。丫头，后天沈老头那个文物展就要开始了，你要不要陪爷爷去京市看看展，散散心？成。齐爷爷，您让齐言回家休息吧，这里有保镖守着就行。他都不知道齐言在这里守了多久，胡子拉碴的，都快从精神小伙变成油腻大叔了。行，让他回来吧。挂了电话，乔西开车把齐言送回家里，然后去采购物资。明天要出发去京市，他连夜让商家们将物资运送到别墅。大梁朝自打时空之门关闭之后，宋家父子集体病倒了，茶不思饭不想，整日就跟傻掉了似的，盯着那堵土墙呆愣愣的看着。赵礼正急坏了，宋三，你们这是咋了？说心脏不好啊，你们可别瞎说啊。哎，不说话，饭总得吃2口吧。来，月月跟赵爷爷去吃饭。赵礼正嘴皮子都磨破了，宋家父子就是没反应。赵礼正重重地叹了一口气，出了屋子。宋家院子站了不少来看热闹的吃瓜群众。李正说，三哥他们该不会是中邪了吧？我瞧着也像，之前二狗子不是被脏东西附身了吗？就是这副模样。眼瞅着村里人越说越邪乎，宋怀安终于有了反应。行了，把不好的情绪都收起来，你们乔姐姐一定会没事的。不管如何，咱们的日子总归是要过下去的。宋家几兄妹眼眶一红，一个个心里很不好受。缓了一会儿，父子几人一个接一个从屋里出来。宋三，没事了吧？没事。宋怀安如实说道。乔西那边出了点意外，以后可能没办法再给咱们公粮了，所以往后大家还是省着点吃粮。众人瞪大了眼睛，你一言他一句道：什么？咋就不公粮了呢？不要吧，我才吃了几天的饱饭。宋三，你媳妇儿是不是嫌粮食卖的便宜啊？不是，是乔西家里出事了。多余的话他也没有再多说，打发宋大郎将众人一一送走。宋三，乔西家里出啥事儿了？咱们能帮上什么忙不？赵礼正是真的想帮帮乔西，帮不上，具体出了什么事情我也不是很清楚。该不会是人家家里看不上你吧？赵礼正垂眸，自说自话道：也是，你家8个孩子，乔西家看样子应该是个富户，瞧不上你也正常。宋怀安就扎心了。罢了，我去跟其他村子的也都通个气儿，让他们也省着点吃粮。送走赵礼正，宋家父子又哀愁了起来。玉玉走到土墙跟前，挥动着小手，用力地拍了拍墙。开门，我是玉玉呀，我要找娘亲。墙面依旧纹丝不动，小丫头难过极了，迈着小短腿跑到宋怀安跟前要抱抱。爹爹，我想娘亲呢。宋怀安性感的喉结滚了滚，安慰道：再等等，说不定过几天时空之门就能重新打开了。嘴里这样说着，他心里也没底。日子百无聊赖的过了一日又一日，原本心怀希望的宋家人也一点点失望。时空之门怕是永远关闭了，他们和乔西的缘分终究是一场短暂又美好的美梦。爹爹，您把您身上的衣服脱了，我给您洗洗。啊。
宋怀安应了一声，慢腾腾拖着身上的衣服。江景别墅，乔西从京市回来，马不停蹄地回到家里，见备用机还在，粮食也没少，他的心彻底死了，完犊子了。看来时光之门是真的永久关闭了。唉声叹气了好一会儿，他才接受了这个现实，起身去卫生间洗了个澡，打算补个觉先。洗完澡，乔西裹着浴巾出来，正准备换身干净的睡衣时，他惊喜地发现，原本平平无奇的门板上竟然多了一圈金色的光圈。老天奶呀，该不会是时空之门又重新开启了吧？他按捺不住心里的激动，刚走到门板跟前，准备试探一下，可下一秒，他整个人就像是被几百只手一起拖拽住，拼命地将他往时光之门里拉。乔西惊叫一声，只觉得天旋地转，吓得他赶紧闭上眼睛。下一瞬，他便摔了个狗吃屎。等等，好像不是狗吃屎，而是人吃人。唇上温热的触感让乔西大惊失色，睁开眼睛一看，老天奶呀，他竟然好巧不巧直接摔在了宋怀安身上。最令他抓狂的是，摔倒的那一瞬间，他好像亲了人家一下。要命了，这是什么大型社死现场？乔西一时间脑子宕机，只想当个尸体，用来掩饰此刻他的尴尬。宋怀安愣住了，这是什么情况？是他眼花了吗？怎么好端端的乔姑娘突然飞了过来，而且还是直接飞到他身上？一定是在做梦。对，一定是太过想乔姑娘，所以才会做了一个旖旎的梦。想到这里，他翘了翘唇，自嘲地笑了笑。他可真是个无耻小人，大白天的竟然做这种带着颜色的梦。两个人各怀心事，一直保持着这个姿势没有动。门外，玉玉听到动静，迈着小短腿进了屋子，看见眼前的情况，小丫头走到两人旁边，好奇地打量着他们，蒙言蒙语道：“爹爹，娘亲，你们这是在做什么呀？”这时，宋怀安猛地反应过来，乔姑娘，真的是你！乔西脸红的能滴出血来，他很不想承认，他就是他自己。可小茶缸子宋七郎很大声地坐实了他的身份。娘亲，七郎想死你了。爹爹，娘亲，你们这是在生小宝宝吗？吓得乔西想赶紧从宋怀安身上爬起来，慌乱间摸到了他的胸肌，他的脸更红了。不好意思啊，宋大哥，我也不知道怎么的，就突然被一股巨大的能量吸了过来。他曾经想过无数种来大梁朝的场景，唯独没有想过这种，真是丢死人了。这都不说了，保留了22年的初吻还给没了，简直冤枉死了。宋怀安起身瞄了眼穿着清凉的乔西，瞬间浑身气血翻涌，吓得他不敢再看第二眼，取了件自己的衣服递给他，先把衣服穿上。说罢，他光着膀子，一手一个提溜着宋七郎和玉玉的后衣领出了屋子。大哥哥、二哥哥、三哥哥、五哥哥、六哥哥，娘亲回来了！玉玉乐得眼睛眯成一条缝，恨不得把这个好消息告诉全天下的人。真的吗？小姐姐来咱们家了！几兄弟刚刚也听到了动静，可是手里都有就没有进去。这会儿听到玉玉的话，一个个眼睛都睁得溜圆。是真的呀！玉玉笑出鹅叫声，爹爹亲娘亲了，玉玉要当姐姐啦！宋怀安俊脸一红，急忙捂住玉玉的嘴，不可乱说。玉玉一边挣扎一边笑，嘿嘿，她终于要当姐姐了。妹妹说错了。宋七郎眨着无辜的大眼睛，纠正道：“不是爹爹亲娘亲，是娘亲亲爹爹。”宋怀安就七郎这孩子，怕是不能要了啊！爹爹是这样吗？我又要当哥哥啦！宋五郎信以为真，白净的小脸上满是惊喜。他虽然已经当了哥哥，也有弟弟和妹妹了，可他缺个娘亲呢。若是乔西怀宝宝了，那他是不是也可以像七郎和玉玉那样光明正大的叫乔姐姐娘亲呢？宋大郎和宋二郎跟他一个想法，两兄弟目光灼灼地看着宋怀安。见状，宋三郎扶额，他该不该告诉几个蠢蛋，亲一口是生不了孩子的？正想着，就听见身旁的宋六郎淡淡的叹了口气，罢了，家里已经有他和六郎两个聪明人，其他的笨一点就笨一点吧，只要下雨知道往家跑就行。闭嘴！再胡言乱语，今晚都不许吃饭。此话一出，宋家几兄妹彻底消停了。屋内，乔西也听到了几个小家伙的胡言乱语，尴尬的他脚趾头能抠出30亿听来，胡乱的套上宋怀安的衣服。他这才想起来自己还没有穿内衣内裤。走到土墙边，他拍了拍墙，穿越大神不带这么玩的，要穿越也得等我穿着整齐了再穿吧。现在这副鬼样子算怎么回事儿？外衣可以穿宋怀安的，内裤总不能吧？还有胸罩，宋怀安也没有啊。不管他怎么拍墙，怎么恳求，那堵墙都纹丝不动。乔西眼圈泛红，气得差点哭出来。来的时候好好的，怎么就回不去了呢？穿越大神，
你不让我回去也行，总得把内衣内裤给我吧，总不能让我去裸奔吧。话落，他的内衣和内裤就那么华丽丽的从天上掉了下来。乔西眼疾手快，接住内衣和内裤后，以最快的速度穿好衣服。娘亲，我可以进来吗？乔西没好气的看了小丫头一眼，进来吧，又是想揍娃的一天。玉玉放下小手，一蹦一跳的跑到屋里，爬到乔西身上，委屈巴巴道：娘亲，门不见了，过不去了。乔西皱眉沉思，他猜测时光之门跟那些小说里的金手指一样，是需要能量之类的东西来维持运行的，一旦能量耗尽，时光之门就会自动关闭。三小只去现代用的能量相对来说会比较小，所以能畅通无阻，而宋怀安去现代用的能量会多一些，因此时光之门才会关闭了这么久。按照这个逻辑，接下来几天时光之门应该也不会再开启，这也就意味着他将在大梁朝逗留一段时间。可乔西麻了，可前提是要等他准备好各种生活物资，安顿好现代的事情再穿越。他现在什么都没有，就这么稀里糊涂的穿了过来，也真是够无语的。他好像可以隔空取物。这样想着，乔西又试探道：穿越大神，我饿了，能给我来2桶方便面吗？方便面不行，那我买的粮食您能帮我送个货吧？屋外宋怀安有内力在身，五感都超乎常人，所以乔西说的话他都听得一清二楚。大郎，先去你少爷爷家里借点粮食和腊肉，蔬菜也借一点。二郎去挑水，三郎烧火，五郎把你的那些蘑菇全都摘了，一会儿炒菜。一声令下，宋家几兄弟立马忙碌了起来。乔西听到动静，抱着玉玉从屋里出来，见宋怀安光着膀子，他的眼神控制不住的顺着他精壮有力的胸肌一路游走到他结实性感的腹肌上，然后他震惊的差点流鼻血。老天奶啊，还真是8块腹肌，想摸。乔西被自己的这个想法吓了一大跳，好家伙，他什么时候变得这么色了，竟然想摸一个已婚已育的老男人。不行不行，这个想法可太危险了。察觉到一股炙热的视线，宋怀安这才意识到自己没穿衣服，他尴尬的咳嗽一声，背过身子，吩咐宋七郎回屋帮他取件衣服。见状，乔西一脸窘迫，忙别开眼睛看向别处。宋五郎笑眯眯的走过来，一点也不怕生道：嘿嘿，乔姐姐，我带你去看看我的蘑菇。好呀。三人来到后院，追风发起一阵嘶鸣，乔西吓了一跳，他这是咋了啊？不知道啊。宋五郎也摸不着头脑，平时追风很乖的呀，今天这是吃错药了，该不是偷偷吃了他采的毒蘑菇了吧？激动的宋怀安不知道什么时候走了过来，解释道：追风知道那些饲料是你买，所以见到你本人比较兴奋。乔西就见鬼了，宋家的马这是成精了。许是为了证明宋怀安说的是真话，追风的嘶鸣声更大，两只前蹄也不安分地举了起来。你好啊，追风。追风这才安静下来，张着个大嘴傻乐。见乔西瘦得像个纸片人似的，宋怀安立马上前，从他怀里接过玉玉放到地上。玉玉最近胖了不少，抱着怪累的，让他自己走。不等乔西说话，玉玉小嘴一扁：我不怕，我不怕，我最漂亮。宋五郎瞪大眼睛，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这还是他那个疼妹妹，疼得恨不得把他天天架在脖子上的爹爹吗？不许哭！宋怀安冷喝一声，在场三人都被吓了一跳。乔西拍着自己的胸口，心说玉玉爹好凶啊，怎么办？有一点点害怕。玉玉也不哭了，抱着乔西的大腿，直勾勾地看着宋怀安，那水汪汪的大眼睛仿佛是在说：爹爹呀，你真的是我亲爹吗？被三人的眼神看得很不好意思，宋怀安轻咳2声。五郎，带着玉玉前面玩去，我跟你们乔姐姐有话要说。哦，好。对不起，刚刚吓到你了。宋怀安眼底闪过几丝歉意，没事的，才怪。他都有些同情几个小家伙了，从小没娘也不说了，还摊上这么一个凶巴巴的爹。以前看他的视频时，没觉得他脾气不好呀，上次来救他时也挺温柔的呀，今天这是怎么回事？宋怀安可不知道乔西心里是怎么想，焦急道：那个畜生怎么样了？你二婶和堂姐他们没有再为难你吧？家里的债务都还清了吧？他一口气问了10几个问题，搞得乔西都不知道应该先回哪个。你走后我就报了警。乔西将后来的事情一五一十地跟宋怀安讲了一遍。听完之后，宋怀安眉头紧拧：你说是那个姓傅的要保赵子君和乔蜜？别担心，交给我来处理。宋怀安眯了眯眼睛，眼底闪过一道狠戾。乔西抬眸，一眨不眨地看着宋怀安，好奇道：你处理？等时空之门再次开启之后，我可以去一趟你那边，神不知鬼不觉的给他们一点小教训。感动他宋怀安的人，那就得做好受死的准备。宋大哥，我知道你的好意，但是我们那边有一种叫监控的东西，凡是被它覆盖的地方，
都不可能做到神不知鬼不觉。赵子君和乔蜜的事情，我自己能解决。这段时间他想了很多，乔蜜有靠山，他也有。几位老爷子的能力或许不如傅思琪那么强大，但是再加上沈文熙那几个惊世大佬，他不信还干不过一个傅思琪。有这些靠山在，他完全可以开一家化妆品公司，从根本上打压赵子君。反正他手里现在有钱。好，钱不够了你跟我说，我来帮你想办法。乔西眼睛一亮，既然穿到大梁朝来了，那是不是可以体验一下打家劫舍的快乐？可惜他没有小说中女主的储物空间，要不然的话。正想着，脑子突然轰的炸了一下，紧接着他的识海里浮现出别墅车库的一角。乔西脑洞大开，这该不会是穿越大神给他的储物空间吧？扫视一圈，瞧见宋五郎种的蘑菇就在不远处，他小手一挥，原本摆放整齐的军包全部消失不见，反而出现在了自己的识海里。乔西大喜，想试着把蘑菇再取出来，却悲剧的发现取不出来了。短暂的失落了几秒后，他想开了，反正东西在自己家，大不了回到现代再吃，没什么可难过的。宋怀安也注意到这诡异的一幕，眨了眨眼睛，确定放在架子上的军包没了踪影之后，有些意外的看向乔西。我好像解锁了新的技能，军包全部被我搬回到我家了，今天恐怕是吃不上蘑菇了。宋怀安宠溺的笑了笑，没事，我也不爱吃那玩意儿。那就好，那就好。乔西松了一口气，大着胆子说，宋大哥，你能不能带我去县令府转一转？剩下的话他没好意思说，毕竟偷东西这种行为确实不怎么好。成，你先好好休息几天，咱们再去。想来这次县令府肯定守卫森严，他得做好十足的准备，才能带乔西去。好呀，刚来大梁朝，乔西想先熟悉熟悉洛河村，再去看看齐老爷子的老祖宗。去县令府的事情也不是很着急。这时宋七郎迈着小短腿从前院跑了过来，拉着乔西的手说，娘亲，我想吃你炒的菜，大哥炒的菜太难吃了。走，这几天心里一直记挂着宋家人，他也没怎么好好吃饭，如今见到了宋家人，确定他们都平平安安的，他也食欲大增，想着做一顿大餐犒劳犒劳自己。看到活的乔姐姐，宋大郎呲着牙，像是个傻憨憨似的。乔姐姐。乔西看乐了，抬手揉了揉他的脑袋，夸赞道，不错呀，大郎，这菜切的就跟你一样粗犷。那我改小点。不用，我来。乔西拿起刀子开始改刀。宋家的厨房非常简陋，一面是土墙，其余三面都是用树枝、木头什么的做了一些简单的遮挡，厨具也简单，就一口大锅，几副碗筷。乔西有些不习惯，可本着既来之则安之的心态，他也没说什么。乔姐姐。宋二郎在灶间烧火，犹豫了许久，才小声跟乔西打了声招呼。听见声音，乔西这才注意到宋二郎。二郎，先烧点开水，我渴了。宋二郎红着脸点了点头。乔西蹙眉，心说，二郎这孩子可真腼腆，一点都不像一个男子汉，这番羞答答的模样，以后还怎么讨媳妇儿？这时宋三郎抱着一捆柴火走进灶房。乔姐姐。乔西回头看到一脸书卷气的少年，扬了扬唇角，三郎辛苦了。三郎不辛苦，乔姐姐辛苦了才对，一过来就要忙着做饭。宋三郎声音温和，举手投足间都透露着一股读书人的儒雅，看得乔西好感倍增。他笑着点了点头，小声嘟囔道，这宋家几兄妹还真是各长各的，不但长得不像，性格也大相径庭，难不成真是同父异母的缘故？乔西心里好奇，却也没有多问，毕竟人与人之间还是要有一定的边界感。宋三郎听了他的嘟囔声，犹豫了一小会儿，还是决定继续隐瞒他们的身世。爹爹说过，大人的事情轮不到他们小孩子插手，他还是好好做个看客，默默看戏吧。乔姑娘，我出去一趟，饭熟了你们先吃，不用等我。说完之后，他理都没有理他们几个儿女，翻身上马，望着宋怀安远去的背影，宋三郎皱了皱眉，生平第一次觉得自己是多余的，不，他们几兄妹都是多余的。宋大哥，你去哪儿啊？饭马上就好，吃了饭再去。乔西拿着菜刀追到大门口，可哪里还有宋怀安的影子？他秀眉微蹙，自行脑补道，咋，难不成是我做饭做的太难吃，把人给吓跑了？宋三郎走过来，乔姐姐，爹爹应该有事要忙，不用管他，咱们先吃咱们的。好。乔西很喜欢宋三郎的性格，既不像大郎那般憨唧唧，也不像二郎那般腼腆，更不像七郎那般茶里茶气，跟六郎一样挺招人稀罕的。家里人多锅少，乔西懒得折腾，直接做了个铁锅炖，什么腊排骨、腊肉全都扔到锅里，炖的差不多了，再倒入白菜、萝卜、干豆角，
干蘑菇，最后贴上饼子。不多会儿，饭菜就做好了。揭开锅盖那一瞬间，宋家几兄妹整整齐齐地看了过来，一个个哈喇子直流。哇，娘亲七幺幺！玉玉站在灶台前，张大嘴巴等着乔西投喂。天知道小胖丫头这几天有多馋乔西做的饭。乔西夹了一块腊肉，吹了吹，喂到玉玉嘴里。香香的。娘亲，我也要。几天不见宋七郎，乔西心里还怪想他的，便又夹了一块腊肉喂进他嘴里。这下子就跟捅了马蜂窝似的。宋六郎和宋五郎也张大嘴巴要求投喂。乔姐姐，我也要。嘿嘿，乔姐姐啊！乔西哭笑不得，给宋六郎和宋五郎一人投喂了一块腊排骨，2小只，香的眼睛都眯成了一条缝。3个大的脸皮薄，没好意思明说，但是一个个都眼巴巴地看着乔西，想要投喂的心思简直不要太明显。喂1只也是喂，喂7只也是喂。思及此，乔西夹了一块排骨，冲三郎招了招手：“三郎，过来。”我也有吗？宋三郎一边说，一边大步朝乔西走去。乔西把排骨喂到小少年嘴里，一脸温柔道：“有，小心烫。”宋三郎挑了挑眉，心情非常不错。二郎、大郎，你俩也过来。来了。哦。乔西把排骨放到他嘴里，又偏头看向灶间的宋二郎：“你吃不吃？”吃。宋二郎羞羞答答的走了过来，耳尖红的能滴出血来。投喂完7小只，乔西这才把饭菜盛到一个大盆里，让宋大郎端到餐桌上。知道宋怀安饭量也不小，他特意给他留了一大碗菜，在锅里温着。此时此刻，宋七郎和玉玉2个驯娘狂魔端着饭碗坐在村口的大槐树下，一边吃饭一边吹牛。我娘亲做的可好吃了，香香的。玉玉吃得满嘴流油，猛地想起什么，突然咯咯咯地笑了起来。爹爹娘亲亲了，我要当姐姐了。啥？宋三媳妇儿这是又有了？八卦的村民们瞬间来了兴趣。啥家庭呀，就敢生9个孩子？不对，听说那个宋四郎是捡来的，那就是8个孩子。玉玉呀，你娘亲怀的是男娃还是女娃呀？啊，玉玉，你爹爹只亲了你娘亲吗？有没有做点别的？宋怀安快到村口时，就看到自家的2个小宝贝被众人围在中间，问一些少儿不宜的事情。追风，停下！追风累得气喘吁吁，听到宋怀安的指令，立马停了下来。宋怀安翻身下马，板着脸走到大槐树下，重重的咳嗽了一声。众人听八卦听得正上头，冷不丁感觉后背发凉，回头一看，娘嘞，好端端的宋三儿咋就来了呢？宋怀安走到2小只面前，一左一右的提着他们的后衣领子，把人放到追风背上。爹爹，玉玉还没有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没心没肺的笑着。宋七郎挥了挥小手，跟众人告别：“爷爷奶奶、叔叔婶婶、哥哥嫂子，我要回家找我娘亲了，明天见哦。”明天见，明天见。送走宋家父子，一个个又热烈的讨论起来。哎呦，这宋三还真是厉害呀，一生就是8个，母猪都没他那么能生啊。可不咋的，关键人家娶了个好媳妇儿，能养活得起。哎，不行，这么大的事情可不得给赵礼正说一声。对，要说的。于是村民们成群结队的来到赵礼正一家。赵礼正一听乔西怀了身孕，一刻也坐不住了。老婆子，咱家还有鸡蛋和红糖没？拿去给宋三媳妇儿补补身子。宋家一进家门，宋怀安就把2小只从马背上抱了下来，面色阴沉道：“把俺放下，去门口罚站。”院子里，乔西一边吃饭一边听宋家几兄弟给他讲了一些村子里的家长里短。听到声音，他们同时抬头朝宋怀安看去。娘亲，爹爹不让我吃饭。不等宋怀安有所反应，玉玉已经端着饭碗走到乔西跟前告状：“臭爹爹，七郎再也不理你了。”宋七郎冷哼一声，也端着饭碗边走边告状：“娘亲，爹爹凶我。”见玉玉哭得跟个小泪人似的，乔西心疼坏了，抱着小丫头说：“不哭不哭。”话毕，他狠狠地瞪了宋怀安一眼：“宋大哥，虽然你是孩子们的亲爹，但你也不能动不动就体罚孩子，凶孩子呀！你知道你这样子会给孩子幼小的心灵造成多大的伤害吗？”不明事理的宋家几兄弟默默点头，他们觉得乔姐姐说的对，爹爹给他们幼小的心灵造成的伤害可大了。宋怀安有口难言，任由乔西一阵训斥，一声不吭。等乔西说完了，他才走到他跟前，把手里的包裹递给他：“给你买的，回屋换上吧。”乔西愣了一下，接过包裹，打开一看，里面竟然是几身衣服，还有一些发饰，冲宋怀安不好意思的笑了笑：“宋大哥，谢谢你啊。”宋怀安的衣服有些大，他穿
穿在身上就像是学生偷穿父母的衣服似的，有些不伦不类。闻言，宋怀安脸色缓了缓，刚想说不客气时，就听乔西话锋一转道：“一码归一码，你凶孩子体罚孩子就是你不对，你得向孩子们道歉。”说这话的时候，乔西心里莫名有些发虚，实在是宋怀安板着脸的样子有些害人。宋怀安要不是他要脸，他真想告诉乔西梁小芝是怎么在外面败坏他的名声的。迟迟不见宋怀安说话，乔西皱着眉头嗯了一声。宋怀安张了张嘴，刚想说些什么，就听到大门口传来赵礼正激动的声音：“哎呦，宋三呐，你说你小子可真是的呀！你媳妇儿怀孕这么大的事情都不跟叔说一声啊！这些红糖和鸡蛋你拿着，给你媳妇儿好好补补身子。这灾荒年的，咱们也没啥好的东西，叔这里还有点钱，赶明儿你上镇里给你媳妇儿再买些老母鸡。”是啊。赵婶子走到乔西跟前，笑眯眯地拉着他的手说：“这就是乔西吧？长得可真好看，就跟仙女似的。怀孕几个月了？哎呀，瞧这肚子，咱们也有2个月了吧？哎，咋还穿的是宋三的衣服呀？”乔西一脸懵逼，谁能告诉他现在是啥情况？不是，她肚子大是因为刚才吃撑了，哪里是怀孕了？小嫂子，我家里还有些奶粉，你拿去喝。听到乔西有了身孕，秀儿也是第一时间拿着家里剩余的奶粉跑来送给乔西。乔西拧眉，用眼神询问宋怀安，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宋怀安扫了眼乔西怀里的始作俑者，长长的叹了一口气：“叔，您别听玉和七郎胡说，没怀。真要是怀了，肯定第一个跟您和我婶子说。”啊，没怀啊？没。宋怀安气不打一处来，他的好闺女和好大儿可真是个坑爹小能手。乔西这才听明白是怎么一回事，低头看了眼怀里的小胖丫头，气得牙痒痒。难怪宋怀安要体罚他俩，活该！谁让他俩四处造谣她怀孕的？玉玉丝毫没有意识到自己的错误，搂着乔西的脖子撒娇：“娘亲，我怕。”乔西冷哼一声，心说：“怕？等会儿还有更怕的等着你们2个呢。”狠狠瞪了玉玉一眼，他才抬头，尴尬地看着赵婶子：“婶子，实在不好意思，孩子不懂事儿，胡言乱语，你们不要放在心上。东西你们也拿回去吧，我不用补。”搞了一个大乌龙，众人都有些哭笑不得。跟乔西聊了几句，赵礼正、赵婶子和村民们便起身离开。目送他们走远后，乔西脸色一变：“宋七郎、宋玉玉，你俩给我罚站去！”乔西一声河东狮吼，不仅宋七郎和玉玉被他吓到了，宋家其余父子也都下意识地缩了缩脖子。乖乖，乔姑娘好像有点凶啊，惹不得。从小到大，玉玉哪里受过这种委屈，哇的一声哭了起来，随后跑到宋怀安跟前，搂着他的大腿告状：“爹爹，娘亲凶我！”宋怀安翘起一边嘴角，语气淡漠：“去罚站。”闻言，玉玉仰着小脑袋，一脸诧异地看着宋怀安：“爹爹，我不是你的小宝贝了吗？”“不是。”宋怀安扒拉开玉玉的小胖手，提起他的后衣领子，把人挪到土墙跟前，让他罚站。小宝贝，呵呵，他又不是个傻子，才不会为了梁小芝得罪乔姑娘。看到这一幕，宋七郎很识趣地跑到玉玉身侧，跟他一起罚站。见梁小芝整整齐齐地站在墙角，面壁思过，乔西心里的怒火稍微平息了那么一丢丢。今天他才意识到，对付这种熊孩子，打一顿都是轻的。老天奶呀，他这张老脸呀，真的是被丢了个彻彻底底。